1997年9月，白宝山在北京落网，金义江系列持枪杀人案终于落下帷幕。但97年的北京并不只有这一起大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97年上半年侦破的另一起特大案件。所长，今天晚上有个毒品交易。民警李强兴冲冲地推开了关外派出所副所长办公室的门，对李洪静说：原来4月8日下午，李强在下管界工作中，通过特情了解到了一个情况，有一个叫郝百芳的司机，经常夜间到丰台区找一个叫乔治的购买毒品。李洪静一看表，此刻时针已经指向晚上9点钟，时间紧急，李洪静来不及多想，带上几名民警驱车来到了万全寺附近。此时夜深人静，抬眼望去，唯有3号楼2门301室的灯光依然亮着，窗帘上隐约可见人影在晃动。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这个问号正在民警们的脑海里闪现着。几个人并没有轻举妄动，忽然一束刺眼的车灯从北街照射过来，就在车身从废墟前一晃而过的一刹那，李洪静等人看清门上印着出租汽车公司字样，出租车刚好停在了3号楼西边马路上。马达熄灭，从车里下来一个瘦得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中年男子，向3号楼2号门走去。侦查员飞步上前，从那人身后左手掏裆，右手一把捂住那人的嘴，来了一个漂亮的擒拿魔上，悄无声息地把郝百芳抓获了。大志，开门呐，是我，百芳。哟，怎么才来呀？我们家老乔都等急了。随着屋里传出娇嫩的女子声音，开门的是乔治的拼妇于琼。别动，警察！随着短促而威严的声音，干警们冲进屋内。啊的一声，于琼被吓得瘫倒在地，同时屋内有名男子也被惊呆了。其中一男子猛地从沙发中弹起，一转身冲进右侧的卧室，向床上扑去。说是迟，那是快。只见侦查员赵月飞身上前，一把抓住，顺势来个反关节，把他死死地压在了床上。跟在其后的李洪静一把掀开褥子，搜出了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你叫什么？乔治。到底叫什么？讲清楚。我叫吴铁志。他望着眼前那黑洞洞的枪口，心有余悸地道出了自己真实的姓名。吴铁志曾因盗窃、倒卖国家文物被劳动教养2次，释放后又因抢劫被抓获，而后仍不思悔改，如今又干起了贩卖海洛因这罪恶而肮脏的生意。1996年入冬的一天，吴铁志的另一个贫妇吴建之，人称狐狸精，在酒店歌厅的包厢里和一个初来乍到的张老板勾搭上。在一整夜的轻歌曼舞中，他得知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绅士叫张强，是专门做出口贸易的。临别时，张老板色眯眯的从西服兜里掏出了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从中抽出一小叠递到胡的手中，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改我靠你。张强头也不回的转身走出大门。胡建之望着张离去的背影，手指轻轻一捏，凭经验心中暗喜，整整1000元。胡建之想，姓张的真是出手不凡，一定是个干大买，我有机会再敲他一把。果不其然，没过2天，胡建之接到了张的电话：本市生意难做，酒店又消费不起啦，请帮助我在市区找一套房子，价钱可以商量的啊。
张强提出的要求对于胡来说真是妙不可言，正中下怀，于是满口答应下来。放下电话，他马上找到吴铁志。这个消息对于正想弄钱买海洛因的吴铁志来讲，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一个险恶的念头就萌生了。张强走进这个三居室的住房，门左侧是洗澡间，对面是厨房，南面两间是向阳的，另一小间在北面。临出门时，他满意的对胡说：“谢谢啦，不过还是要你买一套淋浴器安装在洗澡间。”说着把门钥匙交到了胡的手中。我还有生意要做，我先走了。跟坐在门口等候的出租车消失在巷口。而就在张强住进的第二天上午，趁屋内无人，吴铁志、胡建之用早已经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这位神秘客商的大门。铁志，快看，足有200颗，还是地球牌的。这个地球牌指的就是海洛因。别激动，你看这是什么？说着，吴铁志从柜子底部夹层中捡出了一支沉甸甸的大手枪。胡建之的小脸兴奋的顿时泛起了红晕。我说他是干大买卖的吧？没错，什么进出口贸易，放狗屁，原来也是道上的。管他是哪路的，先绑了再说。吴铁志恶狠狠地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几个字，顺手把枪别在了腰间。你先到楼下打电话，把陈文胜、洪老四给我叫来，快点，我有急事。他自己迫不及待地打开地球牌的包装，从中掰下一小块，他将大鼻子凑到冉冉升起的白烟前，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而后便躺在了床上。五哥，沉溺在毒品中的吴铁志被赶来的陈文胜、洪老四从吸食毒品那美妙的幻觉中拉了回来。天色逐渐变暗，张强拖着早已疲惫的双腿回到家门前，用钥匙刚把门打开，突然被几只黑手拖进屋内。没等他看清这些人的面孔，头上就被一个大床单包裹住，双手也被反绑在身后。一支冰冷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天灵盖。姓张的，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吴铁志等人恶狠狠地对张强说着。不好，遇上黑道的。张强转念一想，总比遇上警察强，先保命要紧。于是他示意钱在左胸前衣兜内。洪有生腾出手摸遍张的身上，只找出了16000多元，气得飞起一脚，将张踢倒说：“钱都放哪儿了？”我刚到这里，实在是没有钱，过2天我一定给大哥送到。张强磕头如捣蒜的求饶着。趁天黑，先把他拉到一个偏静的地方，挖个坑，给做了。说着，吴铁志、洪有生二人架着张强，带着胡建之上了陈文胜刚刚弄的一辆白色桑塔纳牌轿车，在胡同里七拐八绕的来到了城外附近的一条小河旁。张强头上的床单被揭掉，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漆黑一片。此时此刻，对于张强来说，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抬起双眼偷偷看着这3个恶魔般的北方大汉，被逼无奈，只得将老底全部交出。我在别人手里还有300颗白粉，我 call 他马上送来。另外，在房中的洗漱间水箱里还藏有80多盒戒毒药，只求老大们高抬贵手啊！一手交货，一手放人，于是一起黑吃黑的绑架就这样告一段落。时隔不久，这个在本市自称商人的张强，在与毒贩们进行交易的时候，却走进了市公安局缉毒干警们设下的埋伏中。从张强的身上当场起获尚未出手的海洛因 5.3 公斤。抓获吴铁志一伙后，吴铁志交代了黑吃黑一案后，就
拒绝继续交谈。而预审班主决定重点放在攻克他的拼父于琼身上。此时坐在角落的于琼，在经历了被堪称为名题的预审警官的斯文生、吴连九二人强有力的攻势之后，像被霜打了似的靠在墙上，很快的就交代了另一起杀人案。那是1996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某个歌厅门前，他遇到了曾经是开出租车的韩某。闲谈中得知现在他已经成了老板，而且还买了一辆奥迪 A6 2.6 亿的轿车。女人的天性就是一向是最快。当吴铁志得知韩某有辆奥迪车，又得知韩的身高足有1.8米时，便阴险的将一只沏满咖啡的杯子递给了他，里面已经放好了大剂量的高效安眠药，让他等候时机，让韩某喝下去。次日，韩某驾驶自己那辆崭新的奥迪车来到了于琼的住处，还把路上特意买的一箱啤酒搬了上来。没等韩某和于琼二人落座，又有人敲门。他们一看，原来是胡建之，说也是来为韩某当老板而请客的。于琼心里明白，肯定是狡诈的吴铁志不放心，特意让这个狐狸精来监视。于是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将韩某捧得飘飘然。说到得意之处，便端起杯子，将咖啡一饮而尽。韩某哪里知道，这竟是他在人间30载里喝下的最后一杯苦咖啡，而后他再也没有站起来。胡建之见状，上前连推带叫，见他进入了毫无反应，转身下了楼。不一会儿，吴铁志、陈文胜和洪有生跟着胡建之进了房间。吴铁志用早已经准备好的尼龙绳套在了韩某的脖子上，没过几分钟，韩某就被这个5个凶残的家伙送上了黄泉路。紧接着5个人又一起将尸体移到了大山里的一间平房内藏匿起来，而后将奥迪车卖到了山东。为了尽快换取海洛因，仅以5万元的价格出售。由于平房小，而且门窗紧闭，房间内的尸体很快便就开始腐烂，屋内弥漫着臭气，令人窒息。于是洪有生找来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尸体套上，又用棉被将尸体包好。出门到商场买回来一台冰柜，将尸体塞了进去。由于冰柜足足200立升，又在不断的强制了，保险丝经常烧断。几个月后，尸臭再次出现。洪有生唯恐东窗事发，于1997年3月20日深夜，在他妹夫周青的帮助下，用小轮车将冰柜带尸体一起扔在了荒郊野外。就在同年同月同日，周青在石景山地区活动时，被宣武分局抓捕队抓获。4月9日，也就是在吴铁志被抓的第2天里，狐狸精胡建之深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吴铁志的朋友赵某的家门前。胡建之的深夜来访使赵某莫名其妙。胡建之说道：“听说他让公安局给抓住了，你还不托人花点钱给他弄出来？”实际上，狡猾的狐狸精是利用赵去打探消息。经过民警们耐心细致的工作，赵某深知人命关天，于是他配合侦查员将狐狸精调了出来。第2天上午，胡建之从 BB 机信息中得知赵某已托人从耗子，也就是从监狱里带出一张纸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乘出租车很快的来到了赵某家附近。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到门前，脚步却停了下来，一转身到街边的电话亭，给赵家拨了个电话。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不远处高楼上的侦查员赵月看得一清二楚。而就在赵家家中电话铃声响起的一瞬间，
董彦生大队长用电台通知了埋伏在街头的黄义山，黄警官急步向电话亭冲了过去，用左手一下子死死地抓住了他举起话筒的右手腕。胡礼金一看事情不妙，便扯起高嗓门大喊：你干什么？快抓流氓！想趁机溜走。胡建志，你别装了！他被黄警官的一声大喊镇住了，乖乖地钻进了停在他身旁的警车。刑警大队办公室里的胡建之在侦查员面前不得不交代了与吴铁志、洪老四等人绑架张强，以及1996年11月合谋杀害出租车司机韩某的所有犯罪事实。你好好想想，还有吗？胡建之赶快低下头，避开了预审员那锐利的目光，小声地说道：没有了。当拿出了从吴铁志家中缴获的一只深棕色密码箱时，里面有一些女人的衣物以及生活照。胡建之只得又供出了另一桩杀人案。吴铁志、洪有生为了找钱购买毒品，他们将血淋淋的手伸向了即将将春节返家的歌厅刘小姐。节前的一天深夜，武洪二人以为其购买火车票为由，跟随刘小姐到了山里临时的住处。二人一起用绳子将她勒死，只在刘小姐的密码箱中找到了1000元现金和上万元汇票。当时吴铁志非常的恼火，认为下手太晚，刘小姐已经将钱汇走了。而后吴铁志就把这只皮箱送给了胡建之。之后于琼又交代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吴铁志这几年和山东的乔振峰和王杰、董浩等人共同抢劫了多名出租车司机，据说他们还杀了人。分局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认为是非常重大的案件，只是由刑替、预审、派出所3个单位抽调37个人，专案组成立了。4月13日，专案组抵达了山东济南市公安局，临时指挥部设在了历下区分局，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刑警大队长、贾队长具体协助工作。一时间，有关杀人凶犯乔振峰以及参与抢劫销赃的王杰、董浩等人的信息，从空中的无线电波传向了4面8方，反馈案件线索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当日晚9点15分，突然接到一位特情提供线索，现有一伙人在某酒楼3层的包间吃饭，其中一个可能就是王杰。于是专案组和当地的侦查员们一起来到了酒楼附近。警察在酒楼附近设伏，静静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2个小时之后，终于有6个男青年从门内走出。由于树影遮住视线，没能准确地认定王杰。转眼间，这6个人分别上了2辆出租车，向南驶去。见此情景，北京来的董彦生队长紧跟着乘车追赶了上去，贾队长也带着其他同志紧跟其后。就在第2个路口，贾队长的车被红灯挡在了后面，失去了跟踪目标。情急之中，他拨了手机：董队长，你的位置。这6个人已经下车进了黄台夜总会。不一会儿，大家伙都赶到了夜总会门前。在门前等待已久的董队长一见到专案组唯一的女同志小徐也匆匆赶来时，他眼睛一亮，有了。董队长随即拉着小徐，俩人乔装一对情侣，款款步入了歌舞厅。昏暗的灯光中，董队长那机警的目光一下子就认出了坐在沙发中的王杰。与此同时，对方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立刻起身向电梯间走去。董徐二人见状，从安全门迅速地冲下楼梯，抢先在王杰等人之前赶到了大门口。董队长向外面发出了抓捕信号，
霎时间，侦查员们扑了上去，王杰等人只得束手就擒。许多目击群众为干警们这一次精彩的围捕行动高兴而喝彩。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济南市，因而也给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可喜的是，该团伙中另一成员盗销机动车的董志，已于今年3月因吸毒被关押在济南市公安局看守所中。目前只有乔振峰仍无下落。15日下午2点，有人曾看到他在五金大厦附近露了一面，便消失了踪影。从此，一切线索来源全部中断了。据警方分析，乔振峰已经闻风而逃。4月19日夜晚，乔振峰终于出现在聊城县外环湖附近。深夜2点钟，正在房中熟睡的乔振峰突然被冲破房门的一声巨响惊醒，一睁眼，2只黑洞洞、冰冷冷的枪口已顶在了他的头上。很快，乔振峰等人就从山东被押解回京的路上。而凶狠狡诈的吴铁志，自从进了看守所后，只交代了吸贩毒、绑架张强以及枪的来源，而后便来个死鱼不张嘴，闭口不谈杀害出租司机卖车的事。审讯工作到了僵持阶段。吴连九、牛慧平、施文生等人在进行简短的商议之后，决定再次提审吴铁志。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而午饭却把眼睛一斜，望着天花板。没有了，该说的我都讲了。看着吴铁志那一副丑恶的嘴脸，吴连九从手里拿出一个白色的小药瓶。为了引起武的注意，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从瓶中倒出了几粒蓝色的小药片。这个小药片是高效的安眠药片。施文生同时向吴铁志抛了一句：你看这药还没吃完吧？这药丸是吴铁志用来劫杀韩某和出租车司机的。警方从乔振峰手中拿到后，立刻送到了北京预审专班。话音刚落，吴范脸色刷白，突然像一只困兽似的跳了起来。我杀了10个人，你们相信吗？此时吴连九、施文生并没有被罪犯那疯狂的叫嚣所吓倒，而是相互对视，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根据吴铁志、乔振峰的供认，5月4日凌晨，专案组来到了山东省聊城县外环湖。这里有一个农院，是吴铁志1991年就包租到现在。他四周围用当地烧制的土砖砌得严严实实，围墙有2米多高。打开一扇门板，院子里有60-70平方米大小，5、6间平房，面南背北，紧靠后山墙，院子里显得十分空旷。而就在这院中地下，却埋藏着吴铁志等犯罪分子那些犹如法西斯般罪恶勾当的罪证。就在这个地方，吴铁志、洪有生、乔振峰、陈文胜等人分别在1992年到1996年间，用安眠药、绳子勒等手段，先后杀害了5名汽车司机，其中3名扔在事先挖好的石子中，下面放上焦炭，上面放上石板，用汽油点燃，消尸灭迹，再用卖掉汽车的赃款去购买毒品，来满足他们吸食毒品的欲望。5月7日中午11点左右，已负案在逃2年之久的该团伙最后一名主犯，绰号叫洪老四的洪有生，在地区人民法院门前终于被守候已久的侦查员抓捕归案。就此，这个杀人、抢劫、盗窃、吸贩毒团伙的16名案犯全部落网。